你有没有常常有来由没来由的羡慕一个人，看到他每天都在发好吃的美食照、出国照，很羡慕。另一端的你只能透过荧幕流口水。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其实都是假象？美食照其实是花辛苦钱赚来去吃的，出国照则是爸爸妈妈大念特念之后无奈赞助的旅程。今天要来给大家几个实际能够让你比较不羡慕的方法，也比较像是带你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羡慕别人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如果社群媒体让我这么焦虑，这么容易羡慕别人的话，那我就把它删掉不就得了？但我觉得直接删掉所有社群媒体，并不是唯一能够让你停止羡慕别人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删掉所有的社群 App 的话，可能会让你跟身边的人很脱节。是的，在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耳根子很亲近，再也不会看到那些让你羡慕的照片跟影片了，也不会在上班的时候一打开手机就发现怎么朋友都在我上班的时候去了韩国、日本旅游。但说实在的，如果今天你在工作里面，你的老板要你做一个跟时下最相关的行销活动，因为你没有社群软体的关系，导致你和现在的流行脱节，是不是变相的害到自己了？或者其他客户想要跟你聊聊现在最新的话题，但你都没办法跟他们产生共鸣，又或者你会因此错过很多好玩有趣，甚至你喜欢的衣服品牌打折了你都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就有研究发现，我们不需要把社交媒体完全删掉，因为它也有它好的一面，重点是你要怎么去使用，才能让自己比较开心、比较健康。方法第一个就是反思自己的使用习惯。第一，你可以想想，我什么时候滑手机的时候觉得开心，什么时候滑的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你跟朋友互动、留言、按赞，觉得很快乐，但是呢，你无止境的看到别人的旅游照，却让你心情低落。一个一个去分析，你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会让自己开心，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你去思考什么东西值得保留，什么东西少碰。那有一些人就会想，我这样子是不是在变相骗自己啊？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到。但说实在的，如果今天换到现实生活中，有一个人一直拿着他最近刚买到的精品包包在你面前摆 pose， 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怪人，甚至觉得很烦？好，或者是他一直拿着他去欧洲的机票在你面前显摆。其实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吸收到的东西，你不需要去接纳每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非常大方。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记得那些都是别人的精选片段，你必须提醒自己，社群上面看到的多半是大家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片段，也就是说，你看到的100分钟，可能是对方花了10小时才完整拍出来的。不要用自己完整的生活去跟别人的精选比较。假如说今天有人发他跳舞的影片，你可能觉得哇，跳得超好看的，他怎么可以哇塞，在一瞬间直接跳成这个样子？但是呢，说不定人家花了7年才学会怎么把跳舞跳好，甚至呢，在他发出来的那个影片里面，他在那个课堂上，他花了3小时才产出那么一个30秒不到的影片。方法3，整理你的追踪名单。试试看整理一下你的追踪账号，有多少人追踪了一大堆美食、旅游、帅哥、美女账号，过了大概2-3年之后，这些账号你都没有去清，你都没有去看看，现在你还想追踪他们了吗？如果有些人每次发文都让你心情变超差，那就勇敢取消追踪。反过来，多追踪那些会让你带来启发，或者是你觉得他很幽默，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好笑，或者是有正能量的人。举例来说，我自己的话呢，就追踪超级多迷因账号。迷因账号不会让我羡慕任何人，反而呢，还能在我早上、中午、晚上、半夜、凌晨的时候呢，笑到不行。方法4，去专注有意义的互动。那我这边的互动呢，是指在 IG 或者是 FB 任何你可以想象到的社群 App 的互动。那其实就是多花时间在这些互动上面，比如说留言鼓励朋友，真心的跟他们聊天对话，打开 IG 的小盒子跟他们聊天之类的。而且研究发现啊，这样子的互动才会真正的提升你在使用社群媒体的幸福感，而不是一直被动的滑，被动的去接收这些你滑到的资讯。你的大数据喂养你什么，你就直接乖乖的被他们喂，这样子呢，你当然会觉得很累。
刚刚在前面读到的4种方法，是我偶然看到的一篇研究所推荐的。上面的方法呢，是在告诉你，其实你不用删掉所有的社群 App 才可以停止羡慕。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是比较全面的做法，你可以套用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网络上。那这个方法呢，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每次当我过度羡慕或者是嫉妒一个人的时候呢，只要我套用这4个问题，我就会脑子清醒一点，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是完美的。那这4个问题非常简单，基本上呢，你只要自己问自己一遍，我相信你的脑袋就会清楚非常多。如果你自己问完自己之后，你发现哇，我还是很羡慕对方或者是嫉妒对方，那也没有关系，就让这件事情就这样吧，就来看看对方能够让你羡慕到什么时候。因为在任何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去抑制自己的想法。不过，如果你读完这4个问题，反问完自己之后，你发现我有比较好一点，我比较没有那么无来由的羡慕他了，那恭喜你，这个方法对你管用。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羡慕的这件事情，你也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达成吗？或者是你愿意牺牲达成吗？举例，你看到有一个人身材非常好，你很羡慕他在健身房里面的成果，那这件事情你可以通过改变达成吗？或者是你愿意牺牲时间去达成吗？如果答案是是，其实你也做得来啊，你就直接去做就好了，这个羡慕就不成立。除非你想要的是不劳而获，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不可能一觉醒来就身上充满肌肉，别想了。那如果这件事情是没办法通过努力而改变达成的呢？例如爱情，你喜欢的男生不喜欢你，去喜欢你一个羡慕的女生，那这件事情通常无法透过改变而达成。那接下来你就可以想想看第2点。第2个问题呢，就是这件事情是永久的吗？对我来说，爱情不是永久的，所以呢，通常想到这边，我就会觉得这样就够了，没什么好羡慕的。但是呢，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恋爱脑，而且非常崇尚爱情，觉得爱情是永久的，觉得一个人会喜欢一个人非常久。那你就可以接下来继续想到第3点了，这件事情是别人给他的，还是他自己拥有的？你喜欢的男生去喜欢他，这件事情是这份爱是别人给他的，不是他自己拥有的。所以你去羡慕对方也很不合理，因为这件事情，当那个男生停止供应给他的时候呢，这份羡慕也不存在了。那如果你今天说你羡慕这个人他在台市拥有一个1亿的豪宅，那这件事情不管是他自己拥有的还是别人给他的，都听起来很让人羡慕，对不对？对啊，这个人拥有一栋大房子，我才不在乎到底他是怎么拿来的，我就是很羡慕。那就可以移到第4题了。第4个问题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关键。基本上呢，你想到第4个，如果你还想不通的话，那这份羡慕的羁绊真的是在你心中，我可以说是非常的深。那第4个呢，就是呢，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拥有吗？对方拥有1亿元的豪宅，在台北市，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但是呢，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拥有吗？你这辈子一定要拥有它，你的人生才可以顺利，你才可以吃好饭，你才会健健康康，或者是你才会整个人非常开心吗？想到这里啊，通常呢，我脑子就会更清晰，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我没有一定必须要拥有。这件事情不像空气、阳光、水，所以啊，羡慕跟嫉妒这件事情，通常都是你脑中觉得我应该要拥有的事情，但其实没有也没有关系。相信大部分人的脑中都是想着说，如果我能拥有，那就好了。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常常觉得不满足，你觉得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够多、不够好、不够美、不够赞的话，其实你可以练习着一天中感谢3个人事物，这样子的办法呢，可以让你方便的去了解你目前拥有什么 ，focus 在你当下拥有的东西，感谢那些人，平常帮助你的人，可能是你爸妈，或者是一直以来帮助你的朋友。这样子的练习呢，比较像是正念练习啦，帮助你去思考你拥有的，而不是一直去追求那些你很难去达成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也不会让你整个人变得比较累。
那今天的方法跟解说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是很想不开，还是很想要羡慕某个人事物，那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一样，你不需要去抑制自己的想法。当你去抑制一种想法的时候呢，之后呢，它只会爆炸，你只会不停的羡慕一个人。所以呢，与其说这些方法是在给你，更像是说希望能够让你去认清自己，